眼尖的观众应该发现了，邦尼最近换了新的工作室，新的工作室也新来了位巨大路由器小伙伴。没错，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，为了下一个智慧家居时代 ，AR、VR 甚至 8K 影音时代而生的路由器系统，由 TP-Link 所推出的次世代路由器 TP-Link Archer AX 6000。本期节目算是比较硬的内容，但秉持着 Look 的传统，邦尼还是会尽量用更简单的方式带大家来看下一个世代的路由器 Archer AX 6000。先简单带大家看一下这次 TP-Link Archer AX 6000的外观设计。第一眼看上去 ，Archer AX 6000有着满满的霸气感，机身采用方形的 ID 设计，并且巧妙地将8支高效能天线隐藏在机身旁边，透过旋转的方式，可以将8支高效天线立起来，达到更好的讯号传递。在天线长度上并不会太长，对于当成居家摆设也还可以接受。在整机的 ID 设计上，正面采用4块不同方向拼接的横栅构成上盖机壳，除了多了变化，也能兼顾散热性能。对于 Archer AX 6000来说，即使长时间运作，在机身发热控制上表现还是相当不错。旁边的8支天线则是会顺着利落线条而下，跟四面机身相呼应。而中间的 TP-Link logo 则是在周边拥有 LED 光条，在开机时会绕着机身变换。一般情况下，亮着 TP-Link 的天蓝色彩，更是多了点低调的科技感。机身配置上，正面有3颗按钮，分别是 WPS、WiFi 以及 LED。右侧有双 USB 3.0 接孔，并且拥有 Type A 以及 Type C 2孔规格，也更符合次世代的接孔需求。左侧没有任何东西，保留散热开孔，背面有电源开关。主要接孔部分则是相当诚意，给了一个 2.5 Gigabit 的 WAN， 对于未来更大的频宽需求未雨绸缪。右边则是有8个 Gigabit LAN 接孔，并且支援双 LAN 口聚合，整体来说应该是相当够用了。而在无线连接上，采用 802.11ax 解决方案的 Archer AX 6000，在 2.4G 频段可达到1148 Mbps。5G 频段可达4804 Mbps， 相较于上一代的 802.11ac， 在 5G 频段上快了大约 2.7 倍。为了接下来不论在 AR、VR 或是 8K 影片的大流量需求，提前做好准备。规格部分 ，Archer AX 6000搭载 Broadcom BCM 4908 1.8 GHz 4核心处理器。配置1GB 的 RAM， 整体来说，在现今 AX 解决方案不多，各家方案都相当接近的同时 ，TP-Link 在8天线机身接口、2.5 Gigabit 的 WAN 上都更有优势一些。好的，在真正进入实际体验之前，邦尼想先跟大家聊聊邦尼一直提到的 AX 世代究竟是什么。简单来说，目前主流的 WiFi 通讯规格是 802.11ac， 虽然已经足够当下使用，但在资源的有效控管跟应付未来，包括 VR、8K 影音的大量传输需求，还是有一段差距。所以全新世代的第6代 WiFi AX 世代就此诞生，全称就叫 802.11ax， 也就是市面上大家在讨论的 WiFi 6。相较第5代 WiFi 6想解决3个主要问题，分别是连线数越来越多、更高的速度要求，以及 WiFi 间的讯号干扰。随着智慧家居越来越普及，次世代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多联网产品，不论是摄影机或是各式家电都可以联网。以邦尼团队的工作室来说，同时在线智慧家居就多达10几个，再加上许多手机、平板、笔记型电脑、桌机等等，在连线数上相当可观。所以到了 WiFi 6，不论是对办公室还是住宅区这类设备密集度相当高的环境，都会有很大帮助的提升。不过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？WiFi 6拥有4个核心技术解决以上问题。首先是 WiFi 6拥有160 MHz 的频宽，相较起上一代 AC 只有80 MHz，AX 就像是单线道拓宽成双线道。第二个 OFDMA 技术，举个例子，你想把几个包裹装进货车送到3个地方去，以前一台卡车只能开到1个地方，所以即使只有1支铅笔也要开完一趟。而 OFDMA 则是能够将卡车的空间重新分配，可以一次装入3个地方的货物，只要开一趟就能送到3个地方。所以 OFDMA 是一种提升通道承载量跟速度的技术。
接着是 8x8 MuMIMO， 相信长期收看邦尼手机评测的大家都相当熟悉 MuMIMO 了。这项技术能够开启多条不同方向的通道进行传输，也就是在多机同时传输档案时会有更快的表现。相较于上一代的 AC 只能够支援多个使用者进行下载传输， AX 多了能够支援多个使用者同时进行上传作业。不过想要体验这项功能，除了必须要有路由器支援外，所有同时传输的手机或是装置也要支援。目前支援 WiFi 6的装置真是少之又少，邦尼手上也只有 S10 有支援 WiFi 6，在连接后则会出现 WiFi icon， 旁边跟着6的图示。最后则是 BSS 色彩，随着每户人家家中都有 WiFi 机，通道有限，互相干扰在所难免。简单来说 ，BSS 色彩能够在所有需要传输的档案加上一串识别码，例如 TP-Link Archer AX6000， 把档案都加上邦尼的专属识别文字。接着，当路由器在接收讯号传输时，只要识别码不相符的档案，一律不理会，这样就能够大大降低 WiFi 的互相干扰，只接收自己需要的传输讯号。好，最硬的部分真的看完啦。其实毕竟 AX 世代才刚进入消费市场不久，在解决方案上各家都大同小异。今天先简单带大家理解几个重点技术，接下来我们针对机台的实际体验简单介绍。首先，在设定上相当简单，只要将主机拿出来，接上电源线，并且将随附的网路线接上中电信的小乌龟以及 Archer AX6000，就算完成啦。接着 TP-Link 也推出了 Tether APP， 可以直接透过手机进行设定，在设定上相当简单。首先点选右上角的加号，并且选择选单中的 Archer AX6000， 接着确认硬体成功连接后，确定机身顶部的 LED 指示灯恒亮。接着 APP 就会自动进行搜寻，找到装置后，点选 Archer AX6000， 输入管理员密码，再点选自动侦测目前的网络状态。如果有固定 IP， 也可以在这边同步设定。最后设定 WiFi 名称跟密码，基本上就大功告成喽。而 Tether APP 除了可以及时查看到网络速度外，也可以及时查看连接的装置，并且在家庭照护选单中启用家长监护、防毒以及及时调整 QoS 设定等等。如果想设定进阶功能，可以透过电脑连接 TP-Link WiFi.net， 系统将会自动导向路由器设定界面。附加功能上 ，Archer AX6000 包含了大家常用的一切功能，包括智慧连线功能，可以将 2.4G 跟 5G WiFi 整合进一个 SSID， 并且让路由器自动提供最好的网络选择，而且可以当成网络硬碟的 USB 共享设备一样有。而针对网络传输分配优先级的 QoS， 可以以类别决定传输的优先顺序外，也可以针对单一设备设定优先级。安全性上 ，TP-Link 跟趋势科技合作，开启后可以过滤问题网站，避免病毒透过路由器感染家中装置，也可以自动隔离有问题的电脑。进阶功能上，虚拟伺服器、DMZ、UPnP 以及 VPN 都有支援。简单来说，都上到 AX6000了，该有的都会有，不该有的也有机会佛心赠送。接着，我们也来简单测试一下 Archer AX6000的讯号以及稳定度。我们先透过以下的平面图，让大家比较容易了解空间。首先，测试路由器所在的客厅，可以从画面上看到，不论是 2.4G 还是 5G， 在讯号上依旧是相当良好的-30 dBm 以上 ，5G 来到-25 dBm， 2.4G 为-23 dBm。而在连接速度，我们透过支援 WiFi 6的 S10 Plus 来测试，可以看到连接后 WiFi 会出现一个 WiFi 6的 icon， 而数据上因为 S10 Plus 只支援到1200 Mbps， 所以可以看到在速度上已经达到极速了。接着我们来测试隔了一道墙的办公区， 5G 为-33 dBm， 2.4G 为-41 dBm。再来是隔更远的拍摄间 A、茶水间、储藏室，可以参考邦尼制作的平面图测试结果。整体来说，在讯号上确实相当强劲，以家庭来说绝对够用了。Archer AX6000除了在传输效能上相当强劲外，搭配的8支高性能天线，确实能够达成相当良好的讯号覆盖。稳定性上，这几天工作室30台左右的装置都连接着 Archer AX6000，在使用上也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，整体来说还是相当可以哟。次世代的路由器 TP-Link Archer AX6000，我想没什么好说的。802.11AX 或
或是称为 WiFi 6，都是目前相当顶尖且最新的消费级路由器产品，各项表现都毋庸置疑的强大。如果要帮你诚实的说，目前 AX 系列产品毕竟出现在市场上并不久，各家产品的差异存在，但整体来说并不显著。但在 TP-Link 最新的 Archer AX 6000上，还是可以看到许多相当有诚意的部分。例如，直接给 2.5 Gigabit 的 WAN， 不需要牺牲一个 LAN 进行聚合，在接孔数量、USB 规格以及天线配置上，即使是现在入手，邦尼觉得直到更大网络频宽世代到来 ，AX 6000也都还算是足够使用的产品。而在后续的韧体更新中 ，Archer AX 6000将会支援 Mesh 网状网络技术 ，One Mesh 可以搭配 TP-Link 自家其他型号进行多台串接，类似 Mesh 网状系统，达成更好的讯号覆盖。好啦，本期节目结束了，不要忘记右上角对 TP-Link Archer AX 6000进行投票，或底下留言告诉邦尼团队，你还想知道 TP-Link Archer AX 6000哪项功能，或想看的产品测试。对了，快点到 Facebook 私讯邦尼的粉丝专页，找邦尼 AI 小助理玩吧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追踪我们的 Facebook、Instagram， 以及加入 Line@ 跟我们讨论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